大多数地方可以到达我们普陀山的一些主刹，家人们。所以下次来，我们可以来这边坐车。以前坐车需要现金，但现在坐车只需用你的手机扫描一下，很是方便，家人们。所以近期想要来到普陀山的朋友们都可以过来，因为普陀山慢慢的天气转暖，慢慢变得舒适，春天到了，我们这里绿树成荫，我们这里鸟语花香。普陀山是净化我们内心的地方。当我们生活中有烦恼，生活中有忧伤的时候，都可以来到普陀山走一走。那么当你来到普陀山的时候，都可以私信给小戴，小戴都会为你量身打造普陀山最佳的旅游路线，让你感受不一样的朝圣之旅，让你感受不一样的普陀之行。家人们，普陀山有人相传它有毒，普陀山门票160米啊。为何说它有毒？因为许多人来到此处，你来了一次还想再来。当你每一次来临的时候，你的内心都会不一样的洗涤。家人们，这里是一个幸福满满的地方，这里是一个好运凛凛的地方。家人们，我们直播间扣一波幸福满满，家人们扣一波幸福满满。希望这一波幸福感送给我们直播间的每位朋友，我们直播间1000位朋友们，我们刷一波幸福满满，让幸福满满滚起瓶来。希望我们内心是幸福的，希望我们的家庭是幸福的，希望我们身边所有的朋友都是幸福的。家人们，在这个幸福满满的直播间，我们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你们都是幸福满满的。那么此刻1000位朋友们跟着小戴，我们踏入这一道码头，普陀山的开山码头。那里有美丽的传说故事，那里有动听的故事。跟着小戴，我们享受普陀山每一份美景，享受普陀山的每一个故事，听他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家人们，其实生命中充满着无数的磨难，当我们真正懂得迈过这一次磨难，在我面前将会成就。所以家人们，在这里小戴祝福我们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们都能幸福满满，好运满满。家人们，我们让幸福满满滚起瓶来。家人们，我们1000位朋友们幸福满满滚起瓶来。家人们，160米就是进山门票啊。家人们，我们不要去合掌，直播间的朋友们不要合掌，因为抖爸爸不允许这个表情发出来啊，对小戴的直播间有冲击。家人们，所以我们打表情的时候可以用花，可以用果。为什么呢？心花代表着美好，果代表着结果。我们内心的一切美好都希望它能开花结果，都希望它能成就。家人们，此刻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普陀山的开山码头。家人们，现在我们正式踏入短孤到头。所谓的短代表着责备，所谓的孤寓着小孤，也是普陀山美丽的4大传说故事之一。此刻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前面这一望无际的大海，看着大海，我们静下心来去想一想，此时此刻我们去想一想，过往的种种它已成为过去，它无法回来。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无法重来。所以此刻的我们忘却昨日的种种艰辛，了解当下的种种美。家人们，把握当下，珍惜现在我们所拥有的生活，我们会走得越来越远。家人们，其实生活中啊，很多人在问，就像昨天有个客人问小戴，到底人生什么才是最好的？在我们没钱的时候觉得钱是最好的，当我们没房的时候觉得房是最好的，当我们生病的时候觉得健康是最好的，当我们离别的时候觉得相聚是最好的。家人们，其实人生什么才是最好呢？人呐，永远都不会明白什么究竟是最好的。说钱好吗？钱也有买不到的东西。说房好吗？房也有带不走的一天。其实人生最好的是什么？永远都是无价的、珍贵的、健康的身体最好，真心的感情最好，活好每一天最好。所以朋友们，人生中该吃吃，该喝喝，
遇事别往心里搁，泡泡澡，洗洗脚，喝喝茶，人生过好的每一秒才是最好的，家人们。所以家人们，我们刷一波越来越好，家人们，让公屏滚一波越来越好。希望我们每天都是越来越好，一天都能比一天好。我们直播间的1000位朋友们，我们刷一波越来越好，家人们，刷一波越来越好。小戴是普陀山的一名国学导游，在生活中是一名心理老师，在普陀山从事了19年的导游工作。所以家人们，当你来到普陀山都可以私信给小戴。我们前面这一道门是妙法专营的一座海岸牌坊。以前来到普陀山的所有朋友们需要通过这道码头进入普陀山。现在我们仔细看一下前面那位小姑娘，看到没有，家人们？有一个穿着绿衣衫的小姑娘，她就是我们普陀山美丽传说故事4大传说故事的主人翁之一，她叫小姑。这个小姑也反映了一个问题，是我们中国几亿女性比较关心的问题。许多人来到普陀山经常会问小戴，到底那种情况之下可不可以来到普陀山？那么此刻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跟着小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故事，家人们。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我们就能解开自己内心的谜团，家人们。那么此刻我们对着小姑，我们去点点赞，家人们，给小姑鼓励鼓励，因为当时她发生了一件事情，使她的内心极度的忧伤。她当时内心是恐惧的，她当时的内心是无助的，家人们。那么她为什么是恐惧和无助的呢？听着小戴细细的讲一讲这个4大传说故事之一的短姑到头。家人们，我们此刻首先给小姑鼓励鼓励，给她刷一波666鼓励一下啊！也希望666代表着顺，在浙江省666代表着顺，也希望这个666送给我们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希望我们每一天都能顺顺利利，希望我们今后的每一天都能越来越好，顺顺利利，越来越好，家人们，刷一波666，家人们。那么此刻直播间的朋友们停下脚步，听着小戴讲一讲这一道故事，家人们。诚实有一个小姑，她跟她的嫂子2个一直心心念念想要来到普陀山，可由于家境贫寒无法来到普陀山，因为当时来到普陀山需要渡海，需要渡过这一片海域，家人们。这一片海域满满的一片大海，你需要渡过这片海域才能来到南海普陀山。而当时小姑跟她嫂子是家境贫寒，无法雇得起小船，之后慢慢的省吃俭用，一省就是整整的10年。我们生活中为一件目标去奋斗10年真的不容易，可他们为了来到普陀山整整省了10年，家人们，终于有钱了。姑嫂2人踏上船只，坐着小船在海上漂泊了3天3夜，终于来到此处。当时的船就停在这里，小姑与她的嫂子走上了普陀山。可就在此时，我们的小姑很不凑巧，天癸来潮。何为天癸？就是说女子来身上了。她当时认为自己的身体不干净，不好进山，于是跟她嫂子说：“嫂嫂，我来身上了，我不好进山，不礼貌。”可嫂子听到这句话之后呢，勃然大怒，她生气的不得了，于是狠狠地责备了小姑，把她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之后丢下她独自进山去了。小姑一个人在这里委屈交加，因为她自己也不想，明明自己的身上还要过几天才来的，为什么会提前几天？所以她当时很是懊恼，但是事情发生无法去更改。她被嫂子骂完之后，自己很委屈的就站在了这里，家人们，当时她就站在这里，特别的委屈，对着我们的普陀山静静的沉思着，也是心很善良。这个小姑真的很善良，家人们，我们为小姑的善良扣一波999，9代表着圆满，希望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圆圆满满。要录屏的我们对请录啊，家人们，
我们可以拨999，希望我们的小姑能圆圆满满，希望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都能圆圆满满。家人们，我们的这一份圆满送给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家人们，希望我们生活中工作、事业、家庭都能圆圆满满。而当时小姑娘在这里一人独自在此，船老大下船走了，也不再理会她，她一人在这里委屈交加，回到了甲板之上。一个10多岁的小姑娘独自一人在甲板之上，本身她的内心是害怕的，而且还被嫂子骂了，又是委屈，所以当时她一人在船上呢瑟瑟发抖。到了正午时分，我们所谓的一日两渡潮，可听其自来自去，一日两渡潮，涨潮退潮是我们人为所无法干预的。家人们，当时海水慢慢涨潮了，水慢慢淹过了这一道海岸线，而船慢慢离开了海滨。小姑此时海风吹过来，她是饥饿交加。本身人在饥饿的时候，寒风吹过来是特别感觉得冻，而当时恰恰吹的是西北风，西北风是最寒冷的风。小姑娘一人呢在船上瑟瑟发抖，心里特别的恐慌，多么希望嫂子能回来，多么希望嫂子能为她带来吃的东西。可嫂子当时在山上，哪里还能理会到她？当时小姑一人呢就窝在船上的甲板之上。就在此时，家人们，就在此时，岸边来了一个老婆婆。这个老婆婆当时就提着一个饭篮子来到了这里，对着船上的甲板就开始喊了：船上有人否？小姑娘听到声音的时候很是欢喜，连忙跑到甲板上，船上有的。可此刻看到的是一个陌生的老婆婆。你说我们许多小姑娘一样，生活中也有许多，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儿女。当一个10多岁小孩在外面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看到一个老婆婆在这里喊他，所以当时呢，小姑娘很是害怕。老婆婆也看出了小姑娘的为难之处，就对她说：丫头，不要怕，是你嫂子刚刚托付我给你送饭来的。丫头一听，内心很是欢喜，我就知道嫂子不会忘记我的。一个小姑娘，当你给她一件快乐之时候，她就蹦蹦跳跳了。当时老婆婆也不去多说，笑了一笑，在岸边捡了几块石头抛入大海之中，抛石引路，来到了船的甲板之上，把米饭递给了小姑娘。小姑娘拿到米饭的时候就狼吞虎咽。家人们，在我们生活中，我们自己有没有经受过，在我们真正饿得不得了、挨饿之时，吃什么都是香的，哪怕一个馍馍都是香的。当时小姑娘也是如此，狼吞虎咽。老婆婆在旁边看到了，连忙安慰她说：丫头，不要急，慢慢吃，还有。可小姑娘呢依然狼吞虎咽，因为她太饿了，而且又冷又冻。所以当时呢，吃饱之后，对着老婆婆轻感谢万感谢，也说明这个小丫头是特别有礼貌的一个孩子。老婆婆看看这么善良的小姑娘，笑了一笑，收拾饭盒子就转身离开了。丫头一人在船上吃饱之后，心里很是欢喜，就慢慢的入睡了，而且做了一个很美很美的梦，梦见了她心中所敬的那一位人来敬她了。家人们，过了一会儿，小姑娘被人叫醒了，叫醒她的是谁呢？就是她的嫂子。家人们，就是她的嫂子。她嫂子就对她说：丫头，你是不是饿坏了？嫂子为你带吃的来了。家人们，小戴在讲故事的时候给大家发一波福袋啊！家人们，发一波福袋，看我们谁是幸运朋友抢到这一波福袋。左上角有一波福袋，我们可以抢一波福袋啊！家人们，可以抢一波福袋。家人们，当时嫂子就把小姑叫醒，小姑被嫂子叫醒之后，朦朦胧的，嫂子说：丫头，你饿坏了吧？嫂子为你带吃的来了。此刻的丫头突然想到，嫂子啊，你刚刚不是已经托一位老奶奶给我送吃的了吗？嫂子一听，奇怪了，
他说：“我在普陀山人生地不熟，我怎么会托人给你送吃的呢？丫头，你是不是饿昏了？”于是这个小丫头就把当时的种种情形跟嫂子说了一遍。嫂子听完之后很是奇怪，静心去回想，终于回想到呢，当时在大殿内看到一尊像的裙子有荡荡的湿迹，她临门转头跑回了大殿，再次看到那个潮湿的裙子，所以她知道了这位老婆婆到底是谁，她心里也有底了。所以家人们，这是我们普陀山最古老的一个传说故事，反映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女子来身上到底能否来到南海普陀山？家人们，我们直播间的140多位朋友们，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女子来身上到底可不可以来到南海普陀山？家人们，我们公屏扣一波，可以还是不可以？家人们，我们许多直播间的新朋友们，欢迎来到小戴的这个幸福满满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到底可不可以来到普陀山。这个老婆婆就是我们小姑娘心心念念想进的那一个人，也是所有人来到普陀山想进的那一位人。那么那一位是谁？我们用心去想一想，用心去感受一下这一位老婆婆到底是谁。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可以。其实因为这个问题也是许多小戴这19年带团过程中经常有女士问小戴的一个问题。她问小戴，来身上到底可不可以来到普陀山？其实当时师父告诉过小戴，福是有形的，福是无形的，福处处可在。当我们内心善良之时，福就在我们身边；当我们内心远离之时，福远在天边。所以真正来到普陀山没有任何讲究，没有任何的芥蒂，只要你内心是善良的，都可以来到普陀山。家人们，所以许多人说女子来身上不干净，哪里不干净？家人们，哪里不干净？因为这是正常的生理情况。所以家人们，当你来了身上之后，不要有芥蒂，因为那些只是民间说法。只要你当真正的内心洁净之时，你都可以来到南海普陀山。只要你来到此处，把握自己内心那一丝洁净，你来到这里放下生活中的忧愁，这才是来到普陀山真正的定义，而不是带着浓浓的欲望来到普陀山。其实世间一切靠我们双手去创造，而不是说我到底求谁给我多少东西，那给不了你。真正所靠的就是靠自己。同样，女子来身上也是一种正常的生理情况，没有生理情况又哪有我们一个个的人在，对不对？正因为我们要感谢母亲，母亲因为有来身上，因而才有了我们。家人们，所以说女子来身上其实是最干净的，只要内心洁净，远大于身体的洁净。家人们，想到就来，越来越好。家人们，左上角有福袋，我们可以抢一波。家人们，左上角有一波福袋，我们可以抢一波啊！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左上角有福袋，我们可以抢一波福袋。家人们，抢一波福袋。那么在这里，我们只要把握自己的内心，来到普陀山，我们只要内心洁净的，你心中一切的美好都可以完成。家人们，所以说以后来到普陀山，我们不要有任何芥蒂。普陀山被称为4大名山之一，它有它的魅力之处，它有它的感想之处。家人们，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不要去核实不要去核实。现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可以对着公屏刷一波越来越好。家人们，我们1500位朋友们刷一波越来越好。家人们，刷一波越来越好。希望我们在今天在南海普陀山这一份好，这一份美，伴随着我们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我们此刻1500位朋友们，我们刷一波越来越好，在这里欣赏我们的越来越好。只要我们内心表现的越来越好，那么这一份越来越好会伴随着我们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家人们，在小戴讲解之时，我们对着门的位置去顶顶赞。家人们，去顶顶赞。通过这道门，我们就正式进入南海普陀山。通过这道门，我们就正式踏入这一块妙法庄严的土地。家人们，许多人都想来到普陀山。那么在这里，我想问一下我们直播间的1500位朋友们，我们生活中有没有来过普陀山的？
如果有来过的普陀山的，你来几次扣上一个几，没来过的打一个0，让小戴看一下我们到底多少人来过普陀山的家人们，来过这一块净土的家人们，我们公屏扣一波啊，家人们。无论你是否来过普陀山，不用着急。其实这讲究就是我们的内心，哪怕你透过小戴这个小小的屏幕去看待普陀山，只要我们带着内心的洁净，带着内心的善良，哪怕透过屏幕，我们心中的美好依然能成就家人们。所以说啊，只要把持自己的内心，生活中多行善事，福虽未死，但祸已经远离家人们。所以许多人问小戴，我在生活中做了那么多好事，为什么没有福降临在我身旁？其实我问他，你这些年下来是否是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其实人生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健康长寿、平安才是人生中最大的福，家人们。财带不走，房子带不走，其实真正能伴随我们的就是健康。如果说没有好的健康体魄，给你家财万贯，给你几亿资产又是如何？家人们，对不对？所以说真正健康长寿才是我们人生中最大的福气，家人们。我们刷一波健康长寿，家人们，希望我们自己、我们家人、我们身边的朋友都能健康长寿，家人们。我们公屏滚一波健康长寿，希望这一波健康长寿伴随着直播间的每位朋友。小戴在普陀山祝福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刷一波健康长寿，家人们。那么左上角有一个福袋，我们可以去抢一波，看谁是幸运家人抢到这一波福袋。那么没有抢到福袋的朋友们也不要气馁，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来到这个直播间，就是幸福满满的直播间，这是伴随着福气满满的直播间，家人们。因为这里是南海普陀山，小戴在南海普陀山工作了19年，也是普陀山的一名国学导游，在生活中也是一名心理老师，对普陀山文化深有了解。所以家人们不要有任何芥蒂，想到就来，越来越好。生活中也是同样，无论做什么事，把握住自己内心那个坚定的内心，相信你们都能越来越好。但世间一切真正最好的就是健康，生活中要劳逸结合，只有自己内心健康，我们身体平安了，我们才能去更好的照顾我们的家，照顾我们的孩子，去感受自己的生活。那么朋友们，我们一起跟着小戴一起踏入这一道门，希望这一份福气，这一份幸福满满伴随着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我们一起踏入，希望我们越来越好，越好越来，家人们。那么通过这道门，也希望这一份财伴随着直播间的家人们。那么我们进入这一道门的同时，家人们，我们刷一波财运滚滚，家人们，刷一波财运滚滚，家人们。跟着小戴，我们一起踏入这一道门，我们刷一波财运滚滚，家人们，财运滚滚，把财带回家去，家人们。在小戴的直播间静静的停留，在这里感受直播间的激情，把这一份激情之感运作到生活中去。我相信大家今天所有的事业都是美好的。清晨起来的那一刹那，我们把持自己的内心，让自己的内心是欢快的。我相信你们今天所有的不如意都会离我们而去。其实每个人你身边所聚集的都是你身上所散发出来气场所围绕的，家人们。所以我们直播间1500位朋友们，我们刷一波财运滚滚，刷一波财运滚滚。左上角福袋只剩35秒，家人们，1500位朋友们，我们可以抢一波福袋，家人们啊，抢一波福袋。现在跟着小戴去看一看我们中国版的财神，家人们。一会儿见到的是我们中国版的财神，因为今天小戴一会儿还会带着大家去看一看我们33米高的普陀山的标志性建筑陆听铜像，家人们，是我们许多人来到普陀山迫切打卡之地。今天跟着小戴，我们都能见到，家人们。希望一会儿这位中国的财神把这份财气送给我们直播间的每位朋友，家人们啊。跟着小戴，我们慢慢往前走。我们直播间的1400位朋友们，可以帮小戴分享一波直播间。左下角有3个小点进去分享，随便点一个，然后退出来，只要有这个动作就可以了啊，家人们。我们现在过来所看到的呢，
就是我们中国版的财神爷，家人们，这是中国版的财神爷。我们看一看中国版的财神爷是光屁股的啊，家人们。其实啊，他到底是谁呢，家人们？我们公屏打一波，他到底是谁？有没有人认识他的，家人们？有没有朋友认识这一位的？他到底是谁，家人们？来，抢到福袋的朋友们可以帮小戴卡一波粉丝牌啊，家人们。没有抢到福袋的朋友们也不要气馁，只要我们在这个直播间，我们就是幸福满满的，这一份福会伴随着你们，家人们。没有关注小戴的可以关注一波，关注是免费的，朋友却是永远的啊，家人们。我们来看一下他到底是谁，有哪吒，有红孩儿，有善财。那么到底他是谁呢？首先小戴给大家讲一下哪吒、红孩儿跟善财童子的区别在哪里，家人们。那么此刻小戴在讲的时候，可以对着我们这个雕像去顶顶赞，去顶顶赞啊，去接接福啊，家人们。那么在这里呢，小戴为大家讲一下他们三位到底有什么区别。首先说一说哪吒。哪吒是陈塘关李靖的公子，我们看过《封神演义》里面，李靖是托塔李天王，他是他的三公子。但是哪吒在他母亲肚子里待了多久呢？3年0.6个月，出生之时呢是一个肉球。李靖当时大发雷霆，一剑砍下，里面跳出一个小孩，活蹦乱跳。但这个小顽童啊，从小就特别的调皮，而且呢胃口奇大，方圆几十里啊，陈塘关方圆几十里的所有奶娘的奶都不够他喝，最后靠着牛乳长大的，这就是我们的哪吒。哪吒曾是啊，小时候他很不孝顺，但是大了之后特别孝顺。为什么？因为小时候他发生了一件事，剔骨割肉还母，家人们。我们对着这里顶顶赞，顶顶赞啊，把福带回去，家人们。我们直播间的1000多位朋友们可以对着我们这个善财去顶顶赞。小戴在讲解的时候呢，对着他顶顶赞。那么此刻我们刷一波啊，哪吒最后呢，他是孝的典范，他非常孝敬自己的父母。我们刷一波感恩父母，家人们，公屏滚一波感恩父母。我们直播间的1200位朋友们，我们刷一波感恩父母，家人们，我们刷一波感恩父母。人这一辈子什么恩最能报？父母恩。父母生我们养我们供我们成长，所以要感恩父母。没有父母，我们今生再大的成就也是虚无，我们无法去成就任何东西。所以说父母是我们人生的起点，父母是我们该去孝敬之人。无论是儒家思想还是佛家思想，皆以孝为首，家人们。所以我们刷一波感恩父母。那么感恩父母送给哪吒。那么红孩儿是谁？红孩儿我们看过《西游记》都知道，他的父亲是牛魔王，他的母亲是铁扇公主。但是牛魔王这一个人的习性我们不该去学，为什么？铁扇公主那么好，她偏偏迷恋上小三，搬到魔云洞去陪小三过生活了。而魔云洞当时的小三是谁呢？是玉面狐狸。所以现在社会中有一句话，就是引自于当时的狐狸精，就是这么由来的，家人们。当时啊，红孩儿把西天取经路上的唐僧5人，唐僧4师徒加白龙马，最后把唐僧给抓走了。他呢，为了吃唐僧肉，于是跟他父亲说母亲说，所以说红孩儿也是很孝的一个人。无论是哪吒还是红孩儿，都是孝顺的孩子，家人们。我们要学习他的这份孝心，百善孝为先，家人们。我们直播间的1000位朋友们，我们对着他顶顶赞。首先我们先学一学他的孝，家人们。直播间的1000多位朋友们，我们首先先学一下他的孝心。那么说到呢，他却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位人物。你好。好，谢谢啊，谢谢关注，感谢。来，家人们，那么这一位到底是谁呢？他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个人物，他叫善财。善财他是古印度浮城的一个长者的孩子，但他出生之时呢，家中7宝楼台呈现，伴随着大量的金银财宝，所以当时的他的父亲给他取名叫善财。但由于善财从小呢有大量的金银财宝，所以父亲怕他不爱学习，
从小呢就尽管他学习。可善财却是一个让父亲不担忧之孩。为什么呢？他从小特别爱学习，包括无论哪个老师在讲课的时候，他都爱去学习。家人们，他是一个好学的孩子。家人们，我们对着他顶顶赞，希望我们家中的小孩都能学习他这种学习的精神，在生活中努力的学习。鸟欲高飞心振翅，人求上进心学习。所以家人们，学习是我们开启智慧之门的第一步。我们希望我们家中的小孩都能像他一样爱学习。我们在公屏扣一波聪明智慧，希望我们的小孩都能聪明智慧。家人们，我们扣一波聪明智慧。家人们，我们一起为朋友们，我们让公屏聪明智慧滚一波屏。家人们，聪明智慧让它滚起屏来。家人们，早上好雅江，早上好。让聪明智慧滚起屏来。家人们，当时善财童子特别爱学，曾时在浮城的时候遇到了文殊老师在那里说课。他进到文殊老师那一刹那，就问文殊老师，我如何学成菩提？文殊老师就告诉他，你想要真正毕业，你要经历种种的磨难。就像现在小孩读书真的很辛苦，从小家教补课一路走下来，他每天都要学习，都要10多个小时，所以现在的小孩真的很辛苦。而当时文殊老师就告诉过他，你如果说想要学有所成，你要经历的苦难远远不止这一些。当时善财很懂事，他说，老师，我愿意经受任何的苦难，我愿意去经受任何的磨难，只要我学有所成。当时呢，文殊老师开始为他指点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老师，叫德云比丘，也就开始了他向南一路走了110座城市，其中拜到的老师有54位。许多人说善财童子不是53参吗？为什么是54位？因为在他50参的时候曾拜到2位善知识，一位叫德生童子，一位叫有德童子。所以真正的善财童子诚实拜到的老师有54位，可我们人生中的老师远远不止这些。直到他第27位来到的就是南海普陀山，第27位老师就是我们的观音老师，第54位老师也就是四川峨眉山的普勤老师。54位老师拜完之后，也就是所谓的大学毕业了，可他依然还是要努力进取，回到了普陀山开始进修博士。博士后，家人们，所以善财童子是一个特别爱学的孩子。家人们，我们刷一波，为孩子刷一波，好好学习。家人们，我们公屏滚一波，好好学习，希望我们的小孩都能好好学习，学习他的学习精神。家人们，我们刷一波，好好学习。我相信我们家中的小孩将来都是一个国家的栋梁，都是一个学有所成之人。我们希望的孩子是越来越好，天下父母心，父母总会望子成龙。所以此刻我们在这里希望我们的小孩都能成龙。家人们，我们来看一下善财童子的脚已经被他摸得呱呱亮，有没有看到？家人们，太亮了，抛光了。有一次我跟师父2个开玩笑说，我说师父，如果把我的菩提挂在这里，这个菩提会不会也会开光呢？也会抛光呢？当时师父笑了一笑。其实许多人来普陀山总喜欢去摸这个善财，以后家人们不要去摸它，因为摸它不一定是好事。家人们，不要去摸它。你说人家好好的站在这里，就像我们在生活中每人来摸你一下，你舒不舒服？肯定不舒服，家人们，对不对？所以以后我们不要去摸它，家人们。那么我们呢，这就是我们的善财童子。家人们，此刻大家对着善财童子可以去顶顶赞，一会儿小戴带着大家去看一下我们普陀山的标志性建筑南海大铜像。家人们，这是许多人来到普陀山心心念念想去看的打卡地。家人们，一会儿跟着小戴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个南海大铜像。家人们，我们此刻对着我们铜像去顶顶赞，顶顶赞。我们顶顶赞，接着呢，我们一会儿就出发了家人们，跟着小戴，我们一起出发，前往去看我们的南海大铜像家人们。
那么我们有条件的朋友们，左上角有个主播心愿，里面有一个小心花，帮小戴拿那个任务完成一下家人们。有条件的朋友们帮小戴完成一下任务。现在此刻跟着小戴，我们去看一看我们南海大铜像，33米高的铜像，家人们，在这里静静的停留片刻，我们往前出发。家人们，跟着我慢慢的踏入这一道庄严的南海普陀。小戴现在在南海普陀山。南海普陀山作为中国4大名山之一，也是4大名山之首，自有它的独特之处。为什么呢？因为相传这里呢是我们人间净土，在这里我们可以放下自己内心的忧伤。所以跟着小戴，我们去看一看我们南海普陀山的主人，露天33米高的大铜像家人们。主播出来一下，想要看主播是吧？好，来家人们主播出现了家人们，主播出现了。主播是一名国学导游，也是生活中的一名心理老师，家人们。来，我们感谢相聚在这个福气满满的直播间，家人们，我们刷一波福气满满，家人们，我们这是一个福气满满的直播间，家人们，刷一波福气满满，我们让福气满满滚起屏来，家人们，福气满满刷一波，希望我们每天都是福气满满，每天都能幸福满满，家人们，让福气满满滚起屏来，家人们。跟着小戴，我们去看33米高的南海大铜像，家人们。小戴在普陀山从事导游工作整整19年，带过的客人无数，好评率无数，家人们。所以来到普陀山以后，有机会跟着小戴，我们一起游普陀。因为在直播间里，许多人问小戴，你为什么不讲一些宗教信息？因为直播间里的性质特征无法去讲宗教方面的东西。所以下一次如果有缘来到普陀山，成为我们海莲花的线下团队，跟着小戴，我们一起去听一听普陀山的宗教知识，家人们。那么今天在小戴的直播间，我们只为了把这个幸福满满、福气满满这份福、这一份幸福带回家去，家人们。那么现在呢，掉一个头给大家看看风景我们直播间的800位朋友们，好，你好。来，我们这边呢，一会儿跟着小戴我们去看铜像。好的，佛翠，有机会的，因为我们过段时间我们的链接就上来了，我们提供的链接是最优惠的价格，但是是走到我们普陀山最详细的路线，所以家人们下次来到普陀山，可以在小戴的直播间可以直接下订单，来到南海普陀山。我们敬请期待我们的旅游线路的开放，家人们。只要来到普陀山，小戴是你们的家人，在我们海莲花这个大家庭中，我们都是最有爱的家人。海莲花是大家的家，我们共同去组建这一个幸福满满的家，家人们。一会儿我们看到铜像，其实来到普陀山像昨天在这里，小戴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昨天晚上我有一位朋友，也是团友。这位团友已经连续跟了我8年了，从我当时8年前开始，每年来到普陀山都是跟着小戴。昨天晚上跟我说，他们夫妻俩最近一直在争吵，一直在指责，余生美满，链接要过几天才能出来。当时他们夫妻俩最近一直在吵，于是问我怎么去处理。其实家人们，他问我什么是最好的夫妻关系。那么到底什么是最好的夫妻关系？最好的夫妻关系就是你能体谅我的辛苦，我能体谅你的付出。夫妻间在婚姻生活中，没有什么完全合适的2个人，只有相互依偎、相互包容的2颗心。记住，夫妻他不是敌人，家人们，不要总想着征服、压制对方。也不要老是去指责对方，因为在生活中没有到底谁对谁错，只有说到我们装糊涂。有句话说得好，难得糊涂才是大智慧，对不对，家人们？一家人何必分给谁对谁错呢？在一家人中没有所谓的谁对谁错，也没有谁高人一等，没有谁压制着谁，没有谁比谁更优秀，也没有谁配不上谁。因为分工不同，职责不同，
对不对，家人们？所以说家是相互体谅、相互包容的地方，不要想着我吵赢了架，却失去了感情。其实人世间最精明的夫妻关系，恰恰在于不计较，生活不计较，才能做到互助互爱。夫妻之间多一丝包容，多一丝体谅，少一丝争吵和指责计较，就能相濡以沫，和和睦睦一辈子，对不对，家人们？我们生活中夫妻不就正是如此吗？互相去体谅，这才是真正的夫妻关系，让我们的生活过的是余生，而不是搭伙。家人们，普陀山住宿的话不一定的啊，我们有农家，有酒店，各式各样都有，它的价格是有所不同的啊，家人们。所以说有一些旅游方面的知识呢，也可以私信给小戴，因为小戴呢无法看到公屏上很多东西看得清，所以呢大家可以到时候私信给小戴啊，家人们。我们刷一波幸福美满，家人们，刷一波幸福美满，希望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啊，家人们。我们刷一波幸福美满，让家人们，让幸福美满滚起屏来，家人们。我们公屏刷一波幸福美满，家人们，让幸福美满滚起屏来。说到夫妻关系，小戴也深有体会。为什么？因为小戴也是有妻有儿，有妻儿，而且结婚了整整9年了，家人们。其实夫妻之间，两口子之间，不求吃香的喝辣的，不求买好的穿贵的，只求呢不吵不闹，和和睦睦，有说有笑。人生也就弹指刹那，有一个温馨的家庭，有一个爱你的他，就要努力的去珍惜。有句话说得好，男人有福福一人，女人有福福一家。所以家人们，珍惜自己的身边的女子，让她变得有福，她可以福一家，而你男子的话只能福自己一人。家是讲爱的地方，家不可争理，对不对，家人们？家是讲爱的地方，不要老是去争一个谁对谁错真理去。家是放松的地方，不要老是去争吵。家呢是我们安心的寄托，所以不要去嚣张。录屏的话下面有3个点点点进去啊，家人们。同样家是我们感情的寄托，不要老是想着去欺骗。夫妻间建立信任感真的不容易，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真正的家是要懂得不吵不闹，懂得去体谅，这才叫家。温馨的家，不要冷言冷语。我们家呢是陪伴的地方，不要弄得亲人离散。所以说家人们，我们珍惜当下所拥有的家。只有说我们家庭幸福美满，家和才能万事兴，对不对，家人们？家不和哪来的万事兴？所以家人们，我们刷一波家和万事兴，家人们，刷一波家和万事兴，让公屏滚一波家和万事兴，家人们家和万事兴。离得太远了是吧？现在小戴正在慢慢走，不要着急。我们刷一波家和万事兴，家人们。只有家和了，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我们所有一切才能越来越好。所以说家和才能万事兴，家人们，我们滚一波家和万事兴。没有分享直播间的，我们手机下方可以分享一波。没有加入粉丝牌的朋友们可以加一波粉丝牌，家人们。左上角有一个黄色的小心心顶进去，只要卡上1斗币就能加入小戴的信上海莲花团队。那么小戴每天开播之时，你都能通过这个链接直接来到小戴的直播间。这是一个幸福满满的直播间，家人们。我们直播间的300位朋友们700位朋友们可以帮小戴分享一波直播间家人们，分享一波，有这个动作就可以家人们。一会儿呢，小戴也会带着大家去我们的开山主院，叫做不肯去观音院，家人们。今天跟着小戴，我们走入南海普陀，了解南海普陀山的美景，家人们。那么此刻我们对着前面这一套大海，其实大海有容人之量，家人们，我们对着大海去顶顶赞，家人们，对着大海去顶顶赞。因为大海它有包容万物之力，它可以容纳世间一切之物，
就好比我们的人心，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可以包容，只看我们是否懂得去包容。就像有句话说的，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世间可笑之人。只要学会去包容自己不愿意的事，对待生活的无奈呈现一种笑看人生的态度，何愁我们事业不成，何愁我们会有烦恼。就像我们六祖慧能曾史说过，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是的，我们这里的河水比较浑。那么菩提本来就是不存在的一棵树，同样也没有所谓明亮的镜台，本身就是四大皆空，又哪来的灰尘之说，家人们？所以说人的烦恼也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它本身是不存在的。如果说你说自己有烦恼，那么你现在烦恼拿出来看一看，能不能拿得出来？如果拿不出来，它是虚无的，只是我们人的起心动念而已，家人们。许多人的烦恼产决于自己的高度而已，高度不同，你看到的问题也就不同。所以上次师父说的，当你一个人处在1楼的时候，别人骂你，你会直接对他对骂；当你处在10楼的时候，有人骂你，你会认为他在跟我们打招呼。如若有一天我们站在100楼的时候，别人骂我们，我们看不见听不到，这个时候的我们会怎么样？根本就不会去理会他，家人们。所以说生活中在于自己的感悟，就像《金刚经》中有这么几句话，他说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尽诸相非相，寂静如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是《金刚经》中最经典的3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凡事别太计较，遇事别太执着，该来的总会来，该失去的它必然会失去，想留都留不住。家人们，只有真正不执着的活在当下，才是人生的大智慧。所以很多都是古人留下了一些文化，一些精髓，他已经探索出这条路，我们为何不顺道而走呢？家人们，所以我们应该感恩祖先留下的一些人生哲理。这一座海叫大东海，许多人会问，为什么大东海叫南海普陀山？这个问题许多人总会去问的，包括来到普陀山，许多朋友都在问小戴，大东海为什么叫南海普陀山？他很是奇怪。今天在这里呢，小戴为大家解说一下为什么大东海叫南海普陀山。家人们，来，家人们，我们刷一波珍惜当下刷一波珍惜当下，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生活，不要等到失去了我们再去后悔。所以珍惜当下才是最重要。未得到的跟已失去的，它这些都已成为过去，已是虚幻。只有真正的当下才是我们应该珍惜的东西。家人们，我们刷一波珍惜当下，家人们，让珍惜当下滚起瓶来，家人们。那么此刻如果说你内心有烦恼的，我们看一看这道海是不是一望无际。家人们，看着这个平平的大海，把你的烦恼丢进大海，把你内心所有的忧愁，此刻在小戴的直播间随海浪离去，随着大海飘远，让我们享受，让我们心中拥有的永远都是美好。家人们，内心美好才是人生中最大的美。你美好的看待生活，那么生活自然也会以美好对待你。就像说佛印跟苏东坡两个曾使对酒当歌之时，两人在打坐，在比试。当时佛印很胖，坐在那里。苏东坡笑一笑，他说：“佛印，你在我心里你像什么？”佛印说：“苏施主，请说。”苏东坡说：“你看起来像一坨大大的大粪。”可之后呢，佛印也说了：“苏施主，你知道您在我心里是什么吗？”苏东坡以为佛印会骂他，可佛印却说了：“苏施主，你在我心里是一尊佛。”家人们，所以当时苏东坡很是开心，他认为呢，
他赢了佛印。回到家之后呢，苏小妹却说她输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因为她的内心装的都是牛粪，所以她看到的都是这些。而佛印心中装的都是他人的美，所以他看到的都是福，家人们。所以家人们，内心美好的看待世界，世界自然也以内心美好来看待你。我们刷一波内心美好，家人们，我们让内心美好滚起瓶来，家人们。只要你内心是美好的，人若负你，听不负你，家人们。内心美好滚起瓶来，家人们。这海如黄海，因为它是苦海，家人们。因为这道海叫苦海，这里包揽了所有来商客人们的内心的烦恼，无数客人的烦恼都在这里。为什么？因为他来到此处，放下烦恼，回到家带走的都是美好，所以我们叫它苦海，也叫它牛奶拌咖啡。为什么？因为人生也不过如此，人生你要先苦后甜，而不是先甜后苦。只有享受所有的苦，你才能享受美好的生活。所以说有句话说得好，苦尽甘来。只有你享受苦果之后，你才能真正去拥有美好的时候，你才会去珍惜。许多人你很顺利得到一件事物，你永远不会去珍惜，就像感情一样，你经历千辛万苦，终于找到自己人生的伴侣，你会珍惜。但有些人顺顺利利得到自己的感情，往往不会去珍惜。所以说只有经历种种磨难之后修得的正果，才是我们人真正去珍惜的。人不就是这样吗？容易的东西就让它离去，对不对，家人们？来，家人们，我们左上角有一个礼物心愿家人们，有个礼物心愿，我们直播间朋友们有条件的帮小戴完成一下。还有一个小心话家人们可以帮小戴完成一下。认为小戴讲得好的朋友们，可以给小戴完成一下这个礼物感谢感谢。因为礼物的时候刷一丝丝可以使小戴的流量更大家人们。所以家人们认为小戴讲得好的，可以帮小戴完成一下左上角的礼物心愿。感谢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家人们。我们这道海还有个地理原因，它的环呢，如果用科学角度去解释它的是，因为这道海是大东海，有三江交汇处，长江、甬江、秦塘江，它们的水注入大东海，使它这里的水变得浑浊，所以它这里水看起来是那么的浑浊家人们，这就是我们东海水为什么浑的原因。那么为什么在大东海之上却叫南海普陀山？这也是许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有这么一句话出自于华严经，以此南方有山，名补达洛迦，彼有菩萨名号观自在，就是形容的就是南海普陀山。家人们在这里感谢家人们的支持礼物信仰完成了，感谢直播间所有家人们的支持，也感谢直播间的每位朋友。一会儿跟着小戴前往紫竹林，小戴为大家带来更精彩的讲解，家人们。所以此刻给大家说一下但还有一个原因，因为以前长江口是陆海口岸，所以以长江以南的位置都叫做南海，而普陀山那时候就位于我们的南海，所以叫南海普陀山。但几千年下来一直叫南海普陀山，渐渐深入了人心，所以现在哪怕民国之后改了各种海域，依然会叫南海普陀山。所以家人们知道为什么叫南海普陀山了吧？来，感谢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的关注感谢家人们。没有关注小戴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波。小戴是普陀山的一名国学导游，在生活中也是一名心理老师，生活有任何困苦都可以私信给小戴，小戴是你们最忠实的听众，是你们最好的朋友。在普陀山从事了19年的导游工作，也是一名皈依居士，家人们，也是一名居士家人们，持5戒的居士。任何烦恼源于自身。在这里小戴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这个故事先苦后甜，讲述的是一个母亲，一个伟大的母亲，使自己卧病在床整整5年的孩子重新站立起来。当时他尝遍了世间种种之疾苦，可以说所有的苦他都受了。那么这一个主人公，我们也是我们祖国的名人，世界的名人，
他叫朱仁明教授，也是浙大的一名教授。家人们，朱教授年轻的时候，他在做一幅壁画，长300米、宽3米的大型壁画。解说一下南洋，这不是南洋啊，这是南海。当时做这一幅壁画的时候，不小心从脚架上掉了下来，导致腰肌神经受损。杭州、宁波、上海等医生诊断说，朱教授从此无法站立起来。母亲很是忧伤，把孩子背回了我们沈家门。家人们啊，我们刷一波999，家人们刷一波999，希望圆圆满满。家人们刷一波999啊，我们让999滚起屏来。家人们刷一波999，希望圆圆满满。家人们，我们9代表着圆满，999让它滚起屏来。没有分享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分享一波直播间，左上角有3个小顶顶，分享一波，让更多的人来到我们这个福气满满的直播间。所以此刻家人们，我们让999滚起屏来，我们直播间的500位朋友们都让999滚起屏来，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事业，希望我们的家庭，希望我们身边的所有朋友都能圆圆满满。那么继续听小戴呢讲述那一个故事，一会儿呢讲完故事，我们差不多就可以到达紫竹林开山祖院啊，家人们。到紫竹林呢还有很多故事等着我们，家人们。说到当时医生给朱教授下了通知书，说他这一生中无法再站立起来，母亲很无奈地背着自己的孩子回来。你说多少母亲心中应该深有体会，母爱是伟大的，自己子女我们多么不希望他受到一丝丝的伤害。可当时母亲无奈，只能把朱教授背回了我们舟山沈家门。可由于家境贫寒，分享是分享手机下方有3个顶，顶进去顶分享，里面有4样东西，随便顶一下就好了，然后退出来就好，不一定分享出去，只要有这个动作就可以分享了啊，家人们。当时的家庭特别贫困，租不起房，于是他们一家7、8口人呢，就居住在不足50平方的这一间小屋子里面。家人们，难道他们家里真的穷吗？其实并不是，因为要说到他们家族他母亲的家族是一个名门贵族，国画大师潘丁寿就是朱教授的外公，而他母亲潘秀兰呢，也是国画大师潘丁寿的女儿。说到潘大师，我们想到了民国4大高僧之一弘一法师。弘一法师一生中用4个字形容他的一生：悲心交集。悲的是他前半生，心的是他后半生，因为他找到了自己人生活着的意义和价值，他了解了自己的人生，知道自己人生真正所走的路，因为他看清了自己本性，知道自己想要的路。家人们，我们真正去找寻的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人生无数人都在摸索这一条道上，就看你如何找寻自己内心活着的价值。家人们，我们让公屏滚一波内心价值，希望每一位都能了解到我们自己内心的价值。家人们，公屏滚一波内心价值。家人们，找到我们内心的价值，找到我们生活中的道路。家人们，来，家人们，现在慢慢的跟着小戴前往紫竹林，我们刷一波内心价值我们直播间的500位朋友们，当时朱教授他家里曾留下了潘丁寿留下的120户国画，价值3.5个亿家人们，可以说比现在的马爸爸还有钱。但是他母亲做了一件事，是常人无法理解的一件事，他把这批国画给捐了。当时得到的奖金是25W， 可母亲得到这25W的时候，他依然还是想要把这一笔钱给捐掉，所以找到了他的儿子朱教授去商量。朱教授不理解，他就说：母亲，我们家里现在连起码的生活都顾不住了，你还要去捐你就不能为家里留一点点的活命钱吗？当时母亲两眼老泪纵横地对着朱教授说：孩子你不懂，我这也是想为家里人多积福当时朱教授很是无奈，
就对他母亲说：“母亲，我姓朱，不姓潘，你自己做决定吧。”当时的母亲又把 25W 给捐掉了。所以当时资助他的所有亲人们都不理解为什么他做出这样的举动，停止了为他资助。母亲呢，为了让自己儿子更好的养伤，到村委会去要一间房子，希望呢申请一间房子给孩子养伤。可村委会主任却冷嘲热讽地说：“你家里不是很有钱吗？你家里的财产可以买下一个小镇了，你还在乎这一间小房子吗？”母亲无奈，流着泪把孩子背到了普陀山。这个故事就发生我们普陀山的尹秀安。当时母亲就把朱教授背到了我们的尹秀安。尹秀安当时经历大劫，破烂不堪，里面到处是蟑螂，到处是老鼠，还有一条大蛇。就这样，朱教授在这种环境下整整生活了5年，整整5年啊！我们一般人真无法忍受。可朱教授他真的经受了5年。有句话说了：“听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断其体肤，劳其筋魄。”所以说呢，当时朱教授整整5年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成就了他之后的一段伟业。母亲呢，在国与家之间，她选择了爱国，可对卧病的孩子又该怎么办呢？她每天以泪洗面，为孩子推拿，为孩子按摩。每次来到普陀山，内心都带着种种的美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健康起来，能站起来。当时呢，朱教授在一次睡梦之中，梦见了他的母亲正在跟他梦中的一些师傅开会。于是他走上前去，来，家人们，给小戴刷一波999啊，收999，鼓励一下小戴啊！认为小戴讲得好的，我们刷一波999。我们直播间的500位朋友们，认为小戴讲得好的，我们刷一波999，分享一波啊，家人们。那么认为小戴讲得好的，有小礼物的啊，也可以丢几个啊，家人们。那么当时呢，我们朱教授正在睡梦之中，梦见了自己的母亲与师傅在开会，于是走上前去问他父亲，问他母亲，因为他母亲一直教育他说要量大福大，所以当时他问他母亲，母亲，到底什么叫量大福大？你把家里所有的钱都给捐完了，你的量还不大吗？你的福又在哪里？当时有位师傅站了起来，对着朱教授说：“你心有多宽，福自然就有多大。”之后呢，顶了一下他，就在那一刹那，朱教授突然站了起来，因为我们尹秀安屋顶上的一只蛇突然掉到了他身上，他直接站了起来，又惊又吓，吓的是蛇还盘踞在他脖子上，而惊的喜的呢，却是他已经站立起来了。当时他认为整个世界都是他所拥有的，拄着拐杖下了普陀山，回到家中，母子俩抱头痛哭。之后，我们的朱教授辗转于各个国家之间整整12年，他这一走就是12年。当他再次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亿万富翁了。所以当时他买下了呢，我们普陀山隔海相望的有一座莲花岛40年的使用权，之后花了2300W 造就一条800米的长堤，之后花了20年亲力亲为打造了他梦中的500位师傅的像。所以家人们，下次来到我们舟山，来到我们普陀山，出岛之后也可以去莲花岛看一看那800米长堤，500位师傅，去感受一下那一份庄严。家人们，故事讲完，我们正式呢来到紫竹林门口。其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心善，一人善，家庭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家人们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紫竹林，我们500位朋友们
来，紫竹林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紫竹，家人们。我们所在的是南海普陀山，中国4大佛教名山之一南海普陀山的开山祖院。这里呢是紫竹，整片的紫竹。我们来看一下啊，给大家转一下。这是我们的紫竹啊，家人们。原来的紫竹故事有来源根源，历史上真实存在，你打开百度就能搜索得到啊。某度里面有啊，包括一些我们朱教授的一些，他呢也有口述。所以家人们，这一个故事你可以到时候来到普陀山之后，去莲花岛那里有介绍之处，可以去看一下，家人们。其实释经啊，母爱真的是伟大的。所以家人们啊，探讨到这个问题，我们刷一波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家人们，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家人们，我们滚一波屏，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那么这个紫竹啊，在特殊时期的时候已经被大火烧得干干净净，而这一波紫竹呢，是在特殊时期之后才重新栽种的啊，家人们。很多人说紫竹林取名是因为这些竹子而得名，其实并不是，家人们。紫竹林真正的名字由来并不是因为这些竹子，而是因为一块石头，家人们。那么这块石头是什么呢？跟着小戴一块儿去了解一下这一块石头。这块石头有很深的寓意啊，家人们。在我们舟山也有许多的石头，奇特的石头，寓意不同的石头。这边跟着小戴慢慢踏入我们的紫竹林，家人们。紫竹林里面有个叫补达紫竹林，有个叫不肯去观音院，是开山祖院。我家公婆就是善良之人，善良之人必有福气，福可能会迟到，但他绝对不会缺席，家人们。尽管行善，福就在来的路上。相信我们每一个善良之人都有福气满满的时刻到来。所以说，在生活中，尽管行善，也不要在意他人如何伤害我们，因为他人是造就我们成长的一个考验而已，家人们。那么我们来到这里啊，看一下我们这里有一块块的石头，这些石头呢被称之为紫竹石。很多人说这些紫竹石是怎么由来的呢？那要关系到普陀山的另外一大传说故事。那么我们紫竹林也因为这些石头而得名，包括我们舟山的桃花岛有一块石头叫桃花石。桃花潭水深清池，不及汪伦送我情。那里的桃花石呢，产自于桃花潭，有一块奇大无比，就在桃花峪景区门口。据说去那边摸一摸，会有桃花运哦。我们直播间有没有单身的朋友们？我们如果说是单身男子的扣一波1，单身女子的扣一波2，让小戴看一看，我们谁还没有生命中另一半的，到时候可以去摸一摸这块石头。家人们，到时候呢可以去摸一摸啊。那么这个呢叫紫竹石，可以来普陀山走走。我们单身男女的到时候可以来普陀山走走啊，家人们。那么在普陀山呢，也可以在小戴的直播间看到谁喜欢的，缘分来的就抓住，家人们。你就把小戴的直播间当成一个相亲频道好了。来，家人们啊，跟着小戴踏入我们的紫竹林。那么普陀山得名就是因为紫竹石而得名啊，家人们。那么进入这道寺院前呢，我们对着门的位置去顶顶赞，家人们去顶顶赞啊！对着这一道门去顶顶赞，去顶顶赞啊，家人们！顶赞的同时刷一波福气满满，家人们！顶赞的同时刷一波福气满满，对着门的位置我们去顶赞，刷一波福气满满啊！我转告单身人，好的，故乡中国啊，好的啊。我们刷一波，对着门的位置刷一波福气满满，让福气满满滚起屏来，家人们，刷一波福气满满，一会儿跟着小戴踏入这一道门，家人们。对着门的位置我们去顶顶赞，我们直播间的500位朋友们刷一波福气满满，刷一波福气满满，一会儿跟着小戴踏入这一道门，让福气满满滚起屏来。同样手机下方有3个小顶顶，帮小戴分享一波直播间啊，家人们，一会儿跟着小戴踏入这一道门。来，家人们啊，在这里呢，小戴给大家发一波福袋啊，家人们发一波福袋。我们左上角有福袋，可以加入抢一波福袋啊。
希望我们每一位幸运观众呢，幸运朋友们能抢到这一个福袋啊。那么没有抢到的朋友们也不要气馁，因为只要你在这个直播间，就已经福气满满，家人们啊。左上角我们可以去抢一波福袋啊，可以抢一波福袋。那么我们左上角可以加入抢福袋啊，抢福袋之后跟着小戴踏入这一道门，家人们左上角可以去抢一波福袋哦，把福带回家去，家人们跟着小戴踏入这道门。所以没有刷福气满满的朋友可以给他左上角只要加入抢福袋就有福气满满了啊，家人们。左上角我们加入一波抢福袋，能否抢到就随缘，因为一切随缘。没抢到的也不要气馁，因为本身已经福气满满。来到小戴的直播间，这是一个福气满满的直播间，希望这一份福气伴随着我们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小戴是普陀山的一名国学导游，也是生活中的一名心理老师。在普陀山从事导游工作整整19年，对普陀山文化深有了解。家人们，只要来到普陀山，以后有机会可以跟到小戴的团，因为在直播间里许多宗教的信息不可以讲，所以我们无法讲到一些宗教的事。下次来到普陀山，小戴为大家带来我们禅宗的发源，以及我们寺院文化，很多的文化。有机会呢，可以跟着小戴的团游普陀。小戴是一名导游，家人们。我们左上角可以关注一波啊，没有关注的朋友们关注一波小戴，没有加入粉丝牌的朋友们，你可以花上1斗币卡一波粉丝牌啊。你好，可以卡一波粉丝牌，家人们，我们直播间500位朋友们刚刚去过紫竹林是吧？好的啊。紫竹林中是找寻自己内心的内思捷径，所以叫紫竹林中观自在。在这里不是为了欲望，而是来这里使自己的内心变得踏实，包括进入寺院也不是为了索取，而是代表尊重。家人们，到普陀山旅游要多少米？这个路线制定完大概是多少米？我暂时也没去看，到时候第一时间我会公布的，家人们。等我们旅游线路规划好了，第一时间会公布，因为我们要策划一条特别圆满的一条线路，希望大家能感受到家一般的感觉。所以家人们，敬请期待我们海莲花团队的链接出现，家人们。只要到时链接一出现，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可以来到普陀山，可以通过小戴的直播间下单来到普陀山，跟着小戴游普陀，了解许多宗教。好的啊，来家人们啊，小戴是普陀山的一名国学导游，家人们是一名国学导游。以后有机会我们相聚在南海普陀山，感谢我们生命中的每一次相遇。感谢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快了，预计不出2周，我们就开始发放链接了，家人们。但是大家放心好了，无论何时，小戴的线上海莲花团队一直会在开播，每天都会开播，开播完之后会去带团，所以家人们，线上线下都能听到小戴的讲解啊，家人们。那么现在呢，我们继续看一看风景啊，家人们。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是紫竹林。紫竹林呢，是为了在这里找寻自己内心的内思捷径，补答。补答不是弥补，答是永恒的恒字少了一笔。永恒是完美的，但是世间并无永恒之说，哪怕你拥有的一切，你也无法全数带走。哪怕你现在拥有的任何，只是你使用，并不为你所拥有。所以人生本是充满着缺陷，充满着遗憾。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就叫补答，它是娑婆。何为娑婆？康人遗憾。人生本是遗憾，我们只是怎么去弥补我们内心的这一丝遗憾，让自己今后不再遇到同样的遗憾就可以了，家人们。普陀山至少要用2天才可以，对的。我们以后开团就是2天啊，就是2天的旅游热线，所以关注小戴你好佛缘，你好啊，家人们，没有关注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波啊。小戴是一名皈依居士，同样也是普陀山一名国学导游。普陀山在浙江舟山，我们浙江舟山，家人们，浙江舟山。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头狮子。其实狮子是一个吉祥物，
我们许多人来到寺院门口都会看到狮子，包括一些大的庄园门口都有狮子。那么狮子到底是什么寓意呢？家人们，这里听小戴细细道来狮子的寓意。那么我们想要听狮子寓意的，扣一波999。上海到普陀山怎么旅游？上海的话，你直接可以坐大巴车到达舟山，也可以动车到宁波转车啊，都可以的啊，家人们。我们想不想听一下狮子的寓意？想知道的，我们扣一波999啊，让999滚起屏来，家人们。我们刷一波999，家人们，让999滚起屏来，家人们。左上角福袋还有4分钟，我们可以抢福袋啊！没有抢福袋的朋友们可以加入一波抢福袋啊，家人们。没有抢福袋的朋友们可以加入抢福袋，把这一份福气带回家去啊！希望我们福气满满，没有抢到的朋友们也不要气馁，同样在直播间里有满满的福气让你们带回家，家人们。狮子在古时候是一种吉祥物，就像悉达多太子出生的时候，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但这句话形容的是芸芸众生。他当时说这句话呢，叫做狮子吼，他所坐的位置叫金刚狮子座。但是为什么许多庄园门口会放着狮子呢？其实狮子有雄的有雌的，我们从里面走出来，它遵循的男左女右的哲理，就像这只一样，这只下面脚踏的一个狮子，这只是母狮。母狮代表着中国五清闽的一种美好传统，子孙明隐，希望我们的子孙延续，希望我们子孙开枝散叶，一直延续下去。那么左边那只狮子脚踏着绣球，绣球代表着正邪，代表着权力，所以呢，它代表着我们事业、家庭，是我们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期待。同样，为什么会在寺院门口立着这狮子呢？上面写的是什么？指出令补达，补是弥补的补，达是人生中总会有所缺陷，弥补自己人生中的缺陷，使以后不会在同样的事情上再去犯错，这才是紫竹林来到紫竹林真正的寓意，而不是为了经里面我要得到多少东西，那些都是虚的，你得不到。只有你真正在这里净化自己的内心，了解自己人生中的缺陷，去努力的精进自己，使自己变得更好，才是来到普陀山真正的禅修之路。家人们，就像许多人说普陀山为什么一来有些人啊说孩子就有了，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的你的心态是轻松的，你的心态是美好的，所以那个时候有一句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多笑的人身体绝对不会差。你只要放松了心情，你身体都好了，你何愁子女没有，对不对？这才是它真正的定义。所以说家人们，心态决定一切。就算师父说的什么命最好，感恩的人，心态好的人，心地善良的人，这几类的命是最好的，家人们。所以说啊，我们刷一波心诚心善，我们公屏刷一波心诚心善啊，家人们，让心诚心善滚起屏来，家人们，心诚心善滚起屏来。那么同样啊，这个屋顶之上还有2盆水果，有没有看到？屋顶上有2盆水果，这边有一个桃子，这边有个梨子。就像许多人来到普陀山总喜欢带一些水果来，有些人说带什么水果好呢？今天小戴给大家推荐啊，我们首先看到桃子。桃子啊，我们一些家中老长辈呢，过大寿的时候总喜欢是不是去定做一些桃子啊？说桃代表着长寿，代表着寿桃，家人们。所以呢，桃子就有长寿的寓意。但是梨子，说到梨呢，我们许多当地有些习俗说梨不好带，为什么呢？他说梨代表着分离。其实啊，梨是有一个很好的寓意，叫做离苦得乐，家人们。我们公屏滚一波离苦得乐，家人们。我们让公屏滚一波离苦得乐。其实离真正的定义叫离苦得乐，家人们。我们刷一波离苦得乐，离去我们生活中一些苦恼之事，放下我们生活中一些忧愁之事，得到快乐的源泉，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快乐。所以说放下烦恼是快乐的起源。
只有生活中你把烦恼全部放下之时，也就是你快乐来源的时候，家人们啊。所以在这里呢，小戴祝福我们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都能越来越欢喜，心态越来越好啊。今天天气特别的好，家人们有没有看到？很是清楚。有没有看到前面那座岛？大家有没有看到那座岛？可以对着岛的位置点点赞啊，家人们。那座岛呢叫珞珈山，以此南方有山，名普达珞珈，彼有名号，观自在。说的就是我们的南海普陀珞珈山。珞珈山在那里，普陀山在这里，隔海相望。许多人说，为什么普达珞珈会分开呢？就是告诉我们，世间之物并无尽善尽美之物，凡事都会留有遗憾，生活中总会有遗憾，不要对这些遗憾耿耿于怀。遗憾才是代表着美好。就像维纳斯，维纳斯为什么美？因为维纳斯缺少了2只手，对不对，家人们？所以它代表着维纳斯。像许多人说维纳斯的美，每个人因为维纳斯有缺陷。那么生活中也是一样，我们什么样的妻子是最好的妻子？就是说有缺陷的妻子才是最好的，不是完全完美的妻子，家人们。所以不要老是想着自己的老婆希望她多么的完美，当她真正有一天完美的时候，你会感觉这已经不是她了。所以家人们，好好对待自己的妻子。看到水没有？水代表着财，水代表着甘露，而我们妻子就是水做的。说到女人是水做的，女人就是财。善待自己的妻子，就是得到人生中最大的财富，家人们。所以直播间的家人们，我们刷一波，珍惜妻财。妻子是财，我们珍惜妻代表妻子，财代表财，所以说珍惜妻财，家人们。我们刷一波珍惜妻财，妻是妻子的妻，财是财宝的财。我们珍惜我们的妻子，她就是最大的财，家人们。我们滚一波珍惜妻财，让她刷起来，珍惜自己的妻子，她是你人生中最大的财富。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个妻子在支持着你，没有她，你何来成就？所以当你成就之时，千万不要忘记你的糟糠之妻。因为是他陪你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痛苦，是他为你一步步走过来。多少男人事业有成之时就忘记了自己的发妻，出去这里那里乱搞，哪怕自己说妻子为你生儿育女之后，导致了身材病恙，有许多男子就以种种借口不回家。千万不要家人们。当你让你的妻子流下一滴眼泪，就等于你失去了一颗钻石，失去了一个金子。为什么？因为妻子的每一滴眼泪都是钻石，每一滴眼泪都是珍宝。所以不要轻易的让你的妻子流下了那一滴眼泪，家人们。我希望我们直播间的男士们，我们直播间的兄弟们，好好善待自己的妻子。我相信你只要越对你妻子好，你人生路上的事业会越顺。所以说妻子是财，哪怕所有的经典中也是记载着说妻子是财。我那天看到了一个文案，他说了，听父母话的人最后都离婚了，心里只有孩子的人最后都单身了，只有心里心心念念为妻子好的人，家庭都是和和睦睦的。因为当你妻子好了，他会孝敬父母，会善待自己的孩子，你可以自己无忧无虑，毫无牵挂的在外面干自己的事业。所以对不对，家人们？妻子是一家的根本。我们的家，为何说家和万事兴？只有家庭和和睦睦，你的事业，你百事万事才能兴旺。所以叫家和万事兴，就是这个道理，家人们。我们看着大海，这一道海域就好比夫妻关系，夫妻之间不要去争个赢，两口子过日子不求吃香的喝辣的，只求什么？和和睦睦，有说有笑，家里充满着欢喜，充满着快乐，那么我们这个家运气绝对不会差，家人们。
认为小戴觉得有理的点一波关注啊，家人们，认为小戴说的有道理的我们关注一波，没有关注的朋友们关注一波。小戴是一名国学导游，在小戴这里有无数其实妻子看什么妻，这句话我来给大家解释。很多人说妻子是什么样的，那么结婚之前你已经知道她的事了，你已经了解她了，对不对，家人们？结婚之前你是不是了解了对方之后才步入婚姻殿堂的？既然你了解，结婚了，那么如果结婚之后他也是由你宠的，既然你把他宠成这方面，你就应该去接受他，是不是，家人们？如果说他被你宠了，别人无法忍受，只有你能忍受的时候，说明你的心态成长。所以不要怪自己的妻子。同样，家是一个相互包容的地方。就像说的我刚才说的一句，什么是最好的夫妻关系啊？你懂得我辛苦，我懂得你付出。在婚姻里面是没有完全适合的两个人，只有相互包容的两颗心。家人们，记住，夫妻之间不是敌人，不要总想着我去征服压制对方，难得糊涂才是大智慧。不要总想着到底谁对谁错，不要总想着去指责对方，因为一家人没有所谓的对错，没有谁比谁更优秀，没有谁比谁高一等，也没有谁比谁配不上谁之说。因为在家里每个人的职责不一样，所以他分工这些都是不同，职责都是不同的。在家里两个人是平等的，家人们，夫妻俩是平等的。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不要在家里讲一个道理来找一个所以然，你讲赢了又如何？你争赢吵架，你吵赢了又如何？你失去的是夫妻的感情。所以当时师父说了，什么才叫真正的精明的夫妻关系？就是不去计较，生活不计较，才能互助互爱。夫妻间多一丝包容和体谅，少一丝争吵和指责。当你指责多了，感情只会变淡。结婚之前你看到的都是对方的优点，结婚之后你看到对方的都是缺点，你怎么能不争吵呢？家人们，谈恋爱的时候什么都是好的，步入婚姻殿堂之后什么都是差的，那有什么用？对不对，家人们？所以说，想要相濡以沫和睦一辈子，就学会互相包容和体谅，因为世间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就像小戴听听在这里讲，小戴也不是完美的，也无法做到完美，因为人都有缺陷，人都有缺点。有句话说得好，三人行必有我师。为什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各自的优点，值得我们去学习，他都有优点。那么生活中为何要叫我们不断的去修行？所谓的修，就是修行的修正自己，行就是行动起来，不断的找寻自己内心的不足，去完善自我。可能对生活中未来的未知我们会产生恐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坚定自己的内心，去想着去克服它，去征服它。你互相包容，对方得寸进尺，你忍无可忍。其实为何会造成这一方面？生活中的种种，结婚之前，对不对，家人们？来，家人们，在这里呢，小戴也要给大家说一个故事吧，是我跟我老婆之间的故事。我以前回到家，每天工作，因为我一直在带团，每天从早带到晚，一回到家我感觉自己很累，回到家我沙发一躺，什么都不去做，而且还行这行那，最后换来的都是争执，都是争吵。直到有一天，我老婆到娘家去了，孩子在家，我来带小孩。一带小孩，二收拾家务，三呢还要给小孩煮饭烧菜。那一天我真的好累，你知道吧？我感觉比我出去带团还累。那时候我才体会到，他是多么的不容易呀。所以说，不要认为自己在外面工作有多么的精心，就回到家指责指东指西。但同样，女士们，我们直播间的每位女性朋友们，老公在外面也是很累的，
他可能受尽种种委屈，他回家报喜不报忧。多少的男人他都是报喜不报忧，回到家他希望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自己的家人，他不希望自己的压力让家人知道，他只能默默的承受，默默的负重前行。所以说每个人职责不同，每个人所付出的不同。为何说家需要包容，需要体谅？有难处两人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有难处两人坐下来好好商量，遇到难的时候携手去迈过它，你何愁家庭不兴，对不对？所以说女性朋友们也不要认为老公的好你就当做理所当然，男性朋友们也不要把老婆的付出当做理所当然，没有理所当然，只有各自为对方去付出，各自为对方去努力，你才能走得更远。像我以前我也经常吵架呀，给大家讲我的一个故事吧。我跟我老婆以前刚结婚的时候，3天一大吵，7天3天一小吵，7天一大吵。吵什么呀？就是说了啊，你怎么这个打扫不干净，你这个怎么做不好。以前我天天这样指责她的，回到家我就指责她，说她这不做那不做，导致呢天天吵，吵得没完没了。可最后真的我觉悟了，我感悟了。因为当时我去擦个地板的时候，那窝着腰擦完之后站起来，我腰都直不起来，真的很痛很累。所以我在那一刹那才感受到它是多么的不容易，每天都要趴在地上去擦地，而且每天还要收拾家，尤其带小孩。家人们有没有带过小孩学习的？小孩在写作业的时候，你有没有陪伴过的？你会气得你头冒烟，我跟你说，真的。尤其给小孩辅导作业的时候，你真的气得呀头冒烟。我尝试过，那个小孩啊，有一次我小孩在写作业，气得我呢直接手重重的拍在桌子上。为什么？拍小孩不舍得呀，我只能自己拍在桌子上，把自己的手给拍肿了，真的好气，你知道吧？所以生活中啊，就是要互相体谅，夫妻间多去体谅就可以了，不要去忽视对方的付出，因为这一切没有理所当然。我们要学会呢，夫妻间感同身受。可能外面一切中我们无法感同身受，但夫妻是你相伴到老，这一辈子能陪你到老的不是孩子，不是父母，而是你的另一半，对不对，家人们？陪伴你的就是另一半，绝对不会变成其他人。所以说我们要学会明白身边那一个人的不易，夫妻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不要指责自己对方有如何。家人们，小戴你讲的好，可是做人累。其实人为什么会累，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内心，你心感到累，那么就感觉累。你每天欢欢喜喜的去做一些事，你会发现这件事你是快乐的。比如说现在给你钱出数，你肯定认为这个钱很好，对不对？没有钱的时候，我们心里向往着钱越来越多；没有房子的时候，我们心心念念多想要有一套房子。但有一天你生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所谓的钱，所谓的房子，它并不重要，最重要还是你的健康。当哪一天分离离别的时候，比如说一方走了，离别的时候，你多么的向往着是相聚的那一刹那。所以家人们，其实什么是最好？人永远无法明白什么是最好。你说钱好，钱也有买不到的东西啊。你说房好，哪一天你房子都能带走吗？不一定能带走，对不对，家人们？所以家人们，来，我们家人们啊，来左下角分享一波。那么小戴等一下给大家讲一个小戴真实经历的一个故事，也就是生活中的故事。因为小戴也是靠着自己一步步走上来的，小戴也是一个农村人，给大家讲一下呢小戴走过来的一道经历，希望对大家呢有一丝丝的帮助啊，家人们。我们刷一波999，家人们刷一波999，鼓励一下小戴，给大家讲一下小戴生活中的一道经历。普陀山现在不冷啊。小戴当时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可以说啊高不成低不就。因为大学刚毕业的时候，认为我自己是可以的，我认为我什么都能做，结果一次次的碰壁，一次次不。我曾经在一个烤鸡店啊做过
炸鸡人员，也卖过保险。最可怜的时候，跟我妻子两个一碗粥一包榨菜一碗粥，2个人要吃1天。这是我当初所经历的生活。包括我父母打电话给我，我都不敢跟他说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真的不敢说，因为我总是报喜不报忧。那时候没有房子，没有什么，可2个人呢，我们2个人却互相去鼓励。因为当我劳累的时候，我想一尽放松的时候，我妻子就对我说：加油，你可以的，你一定能做好的。包括我妻子有时候她劳累的时候，我也会鼓励她，你可以走过来的。就这样，我们2个人互相去鼓励，互相去扶持，一步一步一步的走上来。之后我回到了普陀山，开始呢继续做我的导游，每天努力的去做好每一件事，每天去努力。每一次劳累的时候，我想起他的鼓励。最后呢，到现在为止，我们共同努力，共同付出，买下了人生中的第1套房子。孩子呢，也慢慢的变得懂事了。所以家人们，其实人生中真正就是要夫妻间互相扶持。那么此刻呢，我们看一看大海，家人们。现在你内心有多少烦恼的？现在我们不要去理会，看一看大海，我们就看一看大海，了解一下自己的内心。大海，你看它激情无限，它呢可以容纳任何之物。家人们，我们刷一波福气满满，家人们跟着小戴去不肯去观愿，我们刷一波福气满满，家人们。对，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没有任何东西是完美的，家人们。我们滚一波福气满满，家人们，让福气满满滚一波平滚一波平，家人们，让福气满满滚一波平，家人们我们让福气满满滚起平来。现在小戴带大家去看我们普陀山的开山第1座寺院。当时普陀山的第1尊像，我们大师像就是当时在这里迎接到的。所以家人们跟着小戴，我们去看一下我们这一座开山主院，家人们，它叫不肯去。为何不肯去？大师到此不肯去，海上神山永普陀，说的就是我们的紫竹林，家人们。当时就留于此处。这个呢，要说到一位僧人，他叫慧二。慧二是一位日本人，在机缘巧合之下，他成为了普陀山的开山祖师爷，家人们。所以当时呢，他为何会成为开山祖师爷呢？说到慧二法师，他一生中有3次来到中土大唐，家人们。第1次来到中土大唐是在公元的841年，第2次来到是公元844年，而第3次来到中土大唐是公元的862年。第3次来到中土大唐接待他的是谁呢？是当时明州的开元寺，也就是现在宁波的七塔寺，家人们。但他是家人们听小戴讲故事的时候，我们刷一波幸福满满，家人们，我们刷一波幸福满满，公屏滚一波幸福满满，家人们滚一波幸福满满，幸福满满，让它滚一波。左下角有3个小点点，帮小戴分享一波。小戴是一名国学导游，也是生活中的一名心理老师，家人们在这里呢，小戴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一个故事家人们。这座寺院由来的故事，在我面前的呢，就是不肯去。在公元862年，慧二法师来到中土的大唐之时，是宁波以前叫明州的开元寺接待。在公元862年开始游历十方丛林。什么叫丛林？就是寺院进入林木之中，所以被称之为丛林。一路游历，到了山西的五台山。说到山西五台山，其实人生中我们有4个地方要去走一走。哪4个地方呢？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可以去一下山西五台山。五台山的主人是文殊老师，文殊告诉我们的是智慧。鸟欲高飞心振翅，人求上进心读书。其实读书是敲开我们智慧的第1道门，也是我们学习的第1道门，它是人生中真正敲开智慧之门的门槛。等到我们毕业了，也就是学业有成了，开始要去做事业了，
这个时候要去的呢是四川的峨眉山，是的，去四川的峨眉山。峨眉山叫大恨，很多人不说大行吗？他读恨，大恨普行老师，他主要代表的是行动与道德。我们生活中去做事去工作，首先要有职业道德，如果没有职业道德的人是走不远的。那么生活中要有人为道德，还要懂得努力去做。你说我要求事业，但是你生活中你不去努力不去做，有没有用？没有用。而这个时候大恨就是告诉我们，所以家人们，当时呢，当我们真正事业有成的时候，我们要开始回馈社会了。来下我们的南海普陀山，慈能与乐，悲能拔苦，说的就是我们大慈大悲。该是回馈社会，去帮助社会，尽我们自己的能力，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去帮助他人，帮助那些能帮助的人，回馈社会。等到我们步入中年，父母开始步入老龄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我们就要去一趟安徽的九华山，它叫大孝大愿。何为孝？尽孝，百善孝为心，儒孝思想是核心思想，所以尽孝是我们今后人生路上的一道坎。因为父母本是在世佛，只要真正礼敬到自己的父母，那才是人生中尽到的最大的佛。家人们，我们要懂得去孝敬，这才是人生中该去做的。父母养儿小，儿养父母老。所以说一生中这4个地方我们可以去走一走。当时呢，我们的慧儿法师就到达了山西的五台山，在五台山山脚处一路步入山顶。家人们小戴在这里呢，我们左上角有一个红包家人们，左上角有红包可以抢一波红包。家人们，那么听小戴讲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点点赞对着前面去点点赞，对着前面呢去点点赞。没有关注的朋友们关注一波我们对着前面这个寺院门口呢去点点赞去点点赞。来，家人们去点点赞我们刷一波智慧豁达。家人们，我们刷一波智慧豁达。家人们，让公屏刷一波智慧豁达，让我们都拥有无尽的智慧，了解人生路该如何去走。没有关注小戴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波，没有加入粉丝牌的朋友们可以花上1斗币左上角卡一波粉丝牌家人们。那么以前慧儿法师呢步入中台处，看到了一家精舍，里面有一尊像特别的庄严，于是他问寺院的师父能否将这一尊像赠送给他，带回日本去。许多人说师父不同意，慧儿法师偷走的。其实真正的记载是当时师父同意，慧儿法师抱着这一尊像到了宁波，在宁波搭进了张信友的船，开始漂洋过海要回日本。可是当时船经过哪里呢？家人们，当时船经过我们秦密纽开礁石，叫做新罗礁，当时就撞到了新罗礁上，船无法走，只能靠岸。靠岸在我们秦方那个草荫洞，草荫洞的海草声拍打着岸边，产生的音就像梵音一样缭绕。当时他就在这里安顿下来。第一天风雨交加，第二天大浪滔天，第三天晴空万里之时，慧儿法师就抱着这一尊像再次踏上船只，想要东渡回日本。可船再次进入菱花洋的时候，当时菱花洋浪潮滔天，就犹如一朵朵铁菱花，就是当时浪花产生的浪，它无法行走，最后只能靠岸。之后呢，就将这一尊像留在了南海普陀山。而普陀山当时有一个张姓的渔民，他看到了这种种的现象之后呢，把这一尊像带回家去，也就是现在普陀山的主刹普济禅师。普济是就是原来的不肯去。那么在公元的1980年，也就是说30-40多年前，1980年的时候，当时就在这个位置修建了这一座寺院，为了纪念当时这一份盛举。可惜这座寺院在特殊时期的时候被砸毁了，在1997年由庙老亲自带领把这里重新修建，
成为我们普陀山的一处打卡地，也是当前我们普陀山大寺院中唯一一处不售票的地方。其他寺院都是需要香花券，而紫竹林在装修完之后从此不再收香花券，所以你来到普陀山紫竹林是不需要香花券的。当然紫竹林也是我们观赏海景最美的地方，家人们，我们紫竹林是整个普陀山观赏海景最辽阔最美的地方。同样，当台风天你来这里看到大浪滔天的时候，你会感觉自己内心激情澎湃。现在跟着小戴，我们500位朋友们一起去看一看草荫洞，当时慧尔法师靠岸的草荫洞到底是什么样的，那里还有3个字，跟着小戴一起去看一看，家人们。这里有座桥，说到桥我总会想到佛教一个爱情故事。当时世尊边上的那个阿难陀曾喜欢上一个女子，问世尊，我很爱她。世尊问他到底有多爱，他说了，我愿化作石桥，风吹500年，雨打500年，日晒500年，只为了他从桥上经过。家人们，付出那么久，只为了他的一丝经过。家人们，其实生活中多少的痴情男女，为了自己的另一半，深爱着自己另一半，可是还是未如所愿。其实一切讲究一个缘分，缘分来临之时你就能成就，缘分离去之时也不要去执着。家人们，随着我们的本心，其实一切自有各自的定数，人生总有自己的定数。家人们，在小戴的直播间，我们是正能量的直播间，是福气满满的直播间啊！家人们，我们刷一波正能量，认为小戴讲得好的朋友们，我们刷一波正能量啊！家人们，刷一波正能量，我们把这一份正能量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去感受这一份正能量啊！家人们，我们刷一波正能量。这是性深处啊，相传大师的性深处就在这里。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草荫洞。家人们，我带大家下去近距离的去看一下草荫洞。这个草荫洞呢，拍打的声音是特别的美妙。家人们，小戴最喜欢就是来到这一边啊，去听听这里的海潮声。当我们生活中烦恼之时，来到普陀山都可以来到这边呢，听听这里的海浪拍打的声音。家人们，来我们看一下，这里有3个字，看到没有？曹荫洞。曹荫这个洞呢，是当时啊慧尔法师来到之处，船就靠在这里。家人们，也在这里迎来了我们普陀山的第一尊像。所以下次来到普陀山可以来到这边来打打卡。师父我去过3次，想到就来，越来越好。家人们啊，所以下次来到普陀山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这边来打打卡。家人们，打打卡，这是一个很好的寓意。但是不是说让你爬到那边去啊，千万别这样啊！我们出来旅游，最重要还是安全第一位，保护自己的身体，爱护自己，健康最重要，平安最重要。家人们，没有关注小戴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波，没有加入粉丝牌的朋友们可以加一波粉丝牌。小戴是普陀山的一名国学导游，也是生活中的一名心理老师，在普陀山从事导游工作整整19年，皈依15年。跟师父学习的就是我们的佛教文化。家人们，释教文化小戴学习了15年。好的，有事情给小戴，一会儿下播之后小戴会去回复的啊，家人们。所以没有关注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波，关注是免费的，朋友却是永远的啊，家人们。感谢我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家人们的一路陪伴，相信直播间的每位朋友一切都能越来越好。家人们，在这里小戴祝福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刷一波越来越好。现在我们刷一波越来越好，让越来越好滚起屏来。家人们，我们刷一波越来越好。家人们，公屏滚一波越来越好啊！家人们，小戴每天都是直播的，早上10点到12点，下午2点到4点。家人们，我们刷一波越来越好，让越来越好滚起屏来。家人们，对着我们草荫洞去顶顶赞。家人们，对着草荫洞我们去顶顶赞，把福带回去。家人们，对着草荫洞我们去顶顶赞啊，去顶顶赞，对着屏幕我们去顶顶赞。家人们，顶顶赞啊，把福气带回家去啊！家人们，今天呢，小戴在这里呢，也同样希望这一份美送给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希望你们越来越好。只要你们越好，小戴内心是欢喜的啊，家人们。那么早上呢，小戴就到这里过，准备下播啊，家人们再见啊，我们下午2点钟见。